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有一种敬业叫赵丽颖，看到她咬糖的方式，哪个赞助商不爱？赵丽颖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敬业女艺人，无论是拍戏还是做代言人，都丝毫没有架子，没有传出过什么耍大牌的新闻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有那么多网友喜欢她。农村出身没有背景的赵丽颖，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在娱乐圈杀出了一条巨星之路。18岁参加选秀节目雅虎搜星比赛，获得冯小刚组的冠军，从此进入娱乐圈。虽然赵丽颖是冠军，但她在影视剧里扮演的角色都是小角色，不怎么起眼。直到2011年演了《新还珠》里的晴儿一脚崭露头角，之后凭借花千骨这个角色一炮而红。之前电视剧《楚乔传》如火如荼的拍着，是真的像火香同志烤着人，不是恶作剧的。当地人说内蒙这2天继续高温，晚上8点之前都出不了门。导演组、摄制组撑着伞，可是赵丽颖由于要拍小说里最要害的有些，所以如今在沙子里被拖行。沙地里的温度肯定不止40度了，再说穿的那么单薄，肯定会受伤啊。这太阳看着就扎眼。如果说拍戏仅为了赚钱，那动作戏完全能够找替身，没必要自个遭受苦楚。如今的后期那么强壮，复出后的赵丽颖作为代言人，她相当敬业，每一口都不含糊，吃完后还要表现出一种美味感。作为一个减肥者，这简直就是受刑啊！刚复出的她就有2个大剧要拍，但是也现身了不少的活动现场。比起以往赵丽颖的穿搭，从少女感满满到现在每次出现都是以优雅轻熟为主，可能是因为做了妈妈，性格更加的沉稳了。这次是赵丽颖产后复出的首个广告，但是却跟开了挂一样的。这次她的造型非常的喜庆，是一身红色的穿衣打扮，红色的连衣裙虽说喜庆，但是颜色是显老的。可这条大红色的连衣裙细节感满满，细细的腰带修饰出完美的身材比例，花边裁剪设计的裙摆更是充满了个性与时尚。新年这样穿真的是太美不过了。她没有精致的容貌，没有强大的背景，能够走红靠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说起赵丽颖，许多人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励志，因为她是努力的代言词，也是草根明星的代言词。她的经历就像是暴雨后的天空那般，经历了痛苦才迎来了蜕变。赵丽颖没有像古力娜扎科班出身的背景，也不像杨幂那样拥有精致灵动的容貌，更没有像章子怡那种还在读书就被张艺谋选中做女主角的幸运。但即使如此种种，赵丽颖还是成功了。她靠的不是外界的因素，而是靠自己坚定的内心。赵丽颖的形象是比较像邻家女孩的，虽然没有精致的五官和不俗的气质，但她的这种普通反而更加映衬出了她与别人的不同。其实从她刚出道的照片来看，她与路上走路的其他女孩没什么不同，但若看到她的内心，才会发现原来她的心底深处竟然蕴含着这么大的能量。不是表演专业出身，没有熟人为她引荐导演，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中，她就像是一个夹缝生存的小兽。她能够做的只是先让自己立足，先让自己有活下来的余地。而她的手段也非常的简单粗暴，她是从群演和龙套角色做起，一开始只是演一些没名没分的小角色，后来她凭借《新还珠格格》走红，虽然是配角的角色，但晴儿的形象让她瞬间圈粉无数。毕竟在这部电视剧中，也就只有晴儿比较贴合原著了，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看好这个没名气的小丫头。即使那时候她只是配角，但大家都觉得她以后必成大器。果不其然，后来她凭借多部电视剧崭露头角，一跃成为了众多一线女星中特殊的一位。赵丽颖虽然出身农村，但她从未因为自己的农村身份而自卑过。她明白自己的出身无法改变，能够改变的唯有自己。还记得有一位导演曾评价赵丽颖，说她如果继续按照这种扎实的方法打磨自己，那么她的前途将不可限量。
而多年来再回头看看这句话，果然应验了。赵丽颖已经取得了成功。有人说，如果赵丽颖长得再美丽一些，或者她出道后能够背靠大树，那么她可能会更早的成名。话虽如此，她有可能会成名更早，路也会比之前经历的坎坷许多，但那样的她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吗？相信许多人不置可否。毕竟当成功来得太容易的时候，扎实反而成为了绊脚石。赵丽颖没有被名利冲昏头脑，她唯一想要做的就是当一个好演员，一个有演技受认可的好演员。现在的赵丽颖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，但现在即使她成名了，也依旧十分低调，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在这里，祝福她以后的生活能够一直开心，同时也希望她能够继续努力，继续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。黄晓明突然宣布喜讯，评论区却充满脏话，真面目终于曝光了。双引号，4月的好心情是黄晓明给的。这句话，相信很多人对此都深有共鸣。原来在4月15日那天，数万网友在黄晓明的微博上看到了一条喜讯。黄晓明公开回应了上海居民对他的感谢，大家这才知道，黄晓明在疫情期间居然做了这么多的好事。从上海疫情初期开始，黄晓明成立的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会就开始助力上海，而仅在14日到15日2天的时间里，黄晓明就已经驰援上海了9吨的生活物资，新鲜蔬菜、土鸡蛋、食用油、面条、面包，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，全部都是实打实必备物资。基金会的成员还会按盒装好，亲自分发到小区居民的手中，保证每户都能收到。这一举动，对于如今每天都在为该吃什么发愁的部分居民而言，无疑是天大的喜讯。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，黄晓明首先帮助的，基本都是比较老旧的小区。分发物资的时候，一定要优先照顾无法网购的老人。双引号。这更是黄晓明再三让基金会的成员们注意的地方。看到这一细心又温柔的要求，不知别人如何，先生是心中微涩，真的有被感动到。众所周知，在每次的疫情中，老人往往都是最弱势的群体。看过这样一个视频，疫情期间，一位家中食物不多的老人来到超市买菜，因为不会使用微信订菜而被拒绝。老人一脸无措，放下尊严地问着：“微信上拿取去？你可怜可怜我。”可即使如此，回答他的仍然只有冷漠的空气。类似的场景接二连三地在疫情当中发生，让人心痛，也让人无奈。也是因为如此，当大家看到黄晓明切实在为这些老人做实事的时候，大都比自己收到物资还要高兴。当昏暗的天际中出现了一道名为善意的温暖光线，纵使这道光线并不足以照射到所有人，也并不妨碍大家对释放善意的人表达感谢。在得知黄晓明的善举之后，被怒刷了一波好感的网友聚在一起对他笑着调侃，写段子：黄晓明这人能处，有事他真上。双引号，允许黄晓明奖励自己一部霸道总裁剧，演可敬而演，你就是霸总本总。双引号，其乐融融的氛围，宛若一场线上举行的篝火晚会，让很多人从因疫情而低落、焦虑的情绪中暂时的摆脱出来。可惜，快乐总是短暂的。一些道人胃口的言论，果然很快也就闻风而来。这是炒作吧？蹭热度而已，博网络眼球。为什么都是同一时期推黄晓明的新闻？这么懂营销的吗？自诩聪明的人间清醒们不出所料的在留言区中出没，留下句句对黄晓明的质疑与嘲讽。或许是因为将心比心，纵使没有证据，他们还是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愿意无私帮助别人的好意。不只是黄晓明，任何人的善举在他们看来都是别有目的。所以当听说李佳琦在给同小区的邻居送物资，每户都有一份大礼包的时候，他们不过瞄了一眼图片，
就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李佳琦直播的商品，给产品代言而已。同样给上海居民送物资的人气女星袁冰妍，也被骂是因为有剧要上映了，所以来蹭热度。至于将精力全奉献给公益事业的韩红，更是早已成为他们的眼中钉。每一次韩红冲在援助前线的时候，都会在网络上被骂炒作。而韩红成立的帮助过无数灾区的慈善基金会也莫名被他们恨之入骨。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，曾经还有人捏造莫须有的罪名，公开举报韩红私吞上亿善款。若非后来韩红被官方证实了清白，韩红的基金会恐怕会沦为人人喊打的境地。这个世界有时候真的就是对坏人太宽容，对好人太苛刻。做公益明明已经如此艰难了，却还要面对漫天的流言蜚语。不得不说，这是时代的一种悲哀。可是请明白，善良本不是一项天赋，而是一种选择。如果每一次的好人好事都注定要遭到打击与质疑，那么生活中还有多少人愿意选择善良？所幸，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，而真正的善意永远不惧任何的诬陷。就拿黄晓明来说，有人骂他是借机在上海疫情期间做营销推广，可黄晓明基金会很快就甩出一些图片与数据，力证自己的清白。早从3月17日开始，黄晓明就已经相继驰援了吉林、青岛、成都、河南、河北、上海6的，发起援助行动100余次，9吨的米面蔬菜，130万个一次性口罩，11万个 N95 口罩，7万瓶饮品，2万个隔离面罩，1辆高配消毒车。数量巨大的物资让人震撼，也足以令任何质疑的人闭嘴。更别说除疫情以外，黄晓明的基金会几乎月月无休，经常为一些特殊群体、地区举办活动、捐款、送物资。俗话说，善说不如善做，善始不如善终。很多时候，行动是远比任何的言语都更有力度的最好答案，而善良也是会被传递的。当黄晓明、韩红等正能量明星为各地援助物资的时候，人们收到的还有数不起到不明的人文温暖。而当明星袁弘每天用自己的微博传递需要帮助的人的信息，陈龙自愿去小区当志愿者，每天协助居民做核酸。他们也借助自己的影响力，感染了更多的人，愿意去关注疫情，去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。困境永远都不会是最可怕的，因为人类早已学会什么是团结一心。而也只要还有愿意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的人存在，那么希望就始终会薪火相传。最后，先生想借韩红的一句话对那些喜欢无事生非的人说，如果连做公益都算是炒作的话，那么欢迎大家都来炒作。点个赞，观众从来都不是可以任人操控的傻子，真正的善意也永远都不会被辜负。我们绝不会让键盘侠的悲哀成为自己的悲哀。